刚怀孕，谈了7年的男友带我回家商量结婚的事情，结果刚到他家，屁股还没坐热，未来婆婆就掏出一份档让我签字。我拿起档一看，是一条条针对我的家规。第1条，结婚前需要退还8.8万的彩礼；第2条，办婚礼可以，结婚证先不领；第3条，婚房属于男方，和女方无关，但女方必须帮男方装修和还贷。我笑着一一答应。等到结婚当天，我当着他家亲戚和全体乡亲的面儿直接退婚，男友不同意，说我肚子里怀了他的孩子，这婚必须结。我笑着摸了摸肚子，回他道：谁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了？你有弱精症，你不知道吗？医院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刚好到家，原来是我未婚夫张家俊的体检报告出来了。电话里，医生十分严肃地告知我，我的未婚夫有弱精症，这辈子想要孩子是不可能的了，让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其实有没有孩子，我倒不是很在乎。不过张家俊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他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而且自从半年前我俩订婚后，他一直挺努力的，可惜一直没怀上。我还以为是我出了什么问题，没想到问题的关键居然出在张家俊身上。出于担心，我请求医生先替我保密，想着等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跟张家俊好好说。电话挂断，客厅里传来了钥匙的声响，是张家俊回来了。我刚准备开门出去迎接，却听到了他打电话的声音：妈，你别催了，我已经很努力了。他肚子一直没动静，我也没办法呀，再等1个月看看吧。他要真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我肯定会跟他分手的。彩礼的事情你先别着急提，等她确定怀孕了，我们再要回彩礼。她要是怀不上，我们更有理由要回彩礼了。我站在门后听着门外的对话，一时间有些恍惚。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张家俊吗？寒意一点点爬上背脊，我双腿发软，险些站不稳。我和张家俊是大学同学，他家庭条件虽然差，但是人很有上进心，学习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平时和人相处也是礼貌随和。我请教过他几次数学问题，他都耐心解答。出于感谢，我请他吃了几次饭，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熟悉之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这一谈就是7年，熬过了7年之痒，我本以为迎来的会是幸福人生，谁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深吸一口气，拉开门出去。张家俊见我从房间里出来，吓了一跳，他匆忙掩饰下脸上的慌张，挤出笑意问我：佳怡，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没上班吗？我佯装刚刚睡醒，打着呵欠伸了个懒腰，回他道：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就请假了，刚刚睡醒。原来是这样，那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打电话？张家俊很是紧张。我装作一切不知情，耸了耸肩：没有啊，你刚刚打电话了，和谁打的？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张家俊紧绷的肩膀瞬间放松了下来，打马虎眼道：嗨，就我妈，问问我工作情况。我淡淡的哦了一声，张家俊生怕我深究，于是岔开话题，问我想吃什么，他去做。自从订婚后，我和张家俊就同居了。同居的这半年时间里，他的确是个模范男友。我吃辣，他吃不了，但每次他都会将就我，按照我的口味给我做饭。平时洗衣服、拖地这些家务活他也都包揽了，从不让我干。就连晒个衣服，他都怕辛苦了我。看着他在厨房忙活的身影，我莫名觉得有几分好笑。男人真是天生的演员，要不是今天这通电话，张家俊怕是能演到我怀孕。演戏嘛，谁不会？
他要演，那我就陪他好好演。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医院，取来了张家俊的体检报告，然后又让人做了个假的寄给他。想要一举击毙敌人，就得先麻痹敌人。1个月后，我成功怀孕了。我将2道杠的验孕棒拍给张家俊，张家俊立即给他妈打了个电话。自从上次偷听到张家俊和他妈的电话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在家里装了2个针孔摄像头，手机监控界面。张家俊先开了口：“妈，怀了，佳怡怀上了。”张家俊在家打电话有个习惯，喜欢开免提，所以电话那头他妈的声音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哎呦，那太好了，我儿子可真有能耐。张家俊妈妈语气很是自豪。妈，既然佳怡怀孕了，那8万8的彩礼，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回来了？别急，儿子，佳怡是验孕棒测出来的。这验孕棒有真有假，你最好带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确定了再提退彩礼的事情，保险一点。妈，还是你想的周到，那我明天就带佳怡去医院做个检查。我关掉手机，忍不住冷笑。不得不说，张家俊的母亲还真是谨慎。不过我也没再怕的，因为我是真怀孕了。刚回到家，张家俊就一脸兴奋地迎了上来，又是给我捏肩，又是给我捶腿，说我辛苦了。我知道他想和我说检查的事情，所以我先他一步提了出来：“家俊，你明天请个假陪我去医院吧。”张家俊一愣，紧张地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如实道：“我就是担心验孕棒不准，想去医院查查。”我说出了张家俊内心所想，他立即喜笑颜开：“行，我这就去请假。”医院一通检查下来，张家俊看了看我怀孕3周的检查报告，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出了医院，他拉着我的手道：“佳怡，这次元旦你跟我回去吧，我和爸妈商量一下咱们结婚的事情。”我心里很清楚，结婚只是一个幌子，要回彩礼才是他们一家人真正的目的。我心里虽然气，不过脸上并没有表露出来。演戏嘛，得演全套，戏唱一半走人就没意思了。更何况我也想看看他家究竟能有多不要脸。于是我挽住他的胳膊，笑着道了一声好。元旦3天假期，我跟着张家俊回了一趟老家。这是我第2次来他家，第1次是订婚时候来的，当时还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有些不愉快。订婚之前，我爸妈就说了，要张家俊家里出10万彩礼，作为男方家的态度，低于这个数就免谈。我的家庭条件比张家俊家优越，爸妈态度之所以这么强硬，也是怕我以后嫁过来受欺负，所以想试探试探男方家的诚意。用我爸的话说，张家俊也出来工作好几年了，手头连个10万都拿不出来的话，让他怎么放心把女儿嫁过去？张家俊当即就拍了拍胸脯保证，彩礼10万肯定到位。结果订婚当天，他爸妈就反悔了。他妈拉着我的手，又是哭又是给我下跪，说：“佳怡呀，你别怪家俊，是我们当爹妈的拖了他后腿，不是我们家不给这彩礼，是你叔叔生病，真的急需用钱。这2万彩礼就当阿姨和叔叔借你们的，等你和家俊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定给你补上。”他都这么说了，我心里即便不高兴，也只能点头答应。跟着张家俊进了门，就看见他妈葛优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嗑瓜子。看见我来了，他都没起身，随便指了张凳子让我坐。我刚坐下来，就听见他妈问：“佳怡呀，我听家俊说你怀孕了。”我点了点头：“是啊，阿姨，已经3周了。”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一边嗑瓜子一边继续道：“既然你肚子里有了我们张家的种，
我和家俊他爸商量着，年底就把你俩婚事给办了吧。行啊，我和家俊等这天也很久了。在张家俊妈妈的眼中，我是非张家俊不嫁的。尤其我现在怀了身孕，她更加觉得我离不开张家俊。吃准了这一点，他妈开始给我摆谱：佳怡呀，虽然说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但是有些丑话我这个做婆婆得先说在前头。你想进我们张家的门儿，那就得守我们张家的规矩。说着，张家俊妈妈就给我递过来一张纸。我低头一看，是一份合约，上面是一条条针对进门媳妇的规矩，一条比一条令人窒息。第一条，结婚前需要退还8万8的彩礼。第二条，办婚礼可以，结婚证先不领。第三条，婚房属于男方，和女方无关，但女方必须帮男方装修和还贷。我还没看完，张家俊妈妈就指了指签名处，让我赶紧签字。我看着这份离谱的合约，差点气笑了。合住好处全给张家俊他家占了，我赔了嫁妆，还赔了人。不对呀，阿姨，张家俊妈妈皱了皱眉头，怎么不对了？我记得订婚的时候说好了，彩礼是10万，叔叔看病你拿了2万，说等我和家俊结婚的时候补上，怎么现在这2万不补了，连那8万8也要退回呢？张家俊妈妈一听我不乐意，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脸上的尖酸刻薄尽显。徐佳怡，你自己出去打听打听，现在国家都提倡不收彩礼，你搞什么特殊？再说了，这些年我们家俊一直给你当牛做马的，你请个保姆照顾你这么多年，都不止10万块了吧？我和张家俊恋爱7年，他为了让我吃上热乎乎的早饭，会每天早起2个小时跑3条街，买我爱吃的那家煎饼果子和豆浆。他会在我深夜胃病发作的时候，二话不说就爬起来陪我去医院，还帮我准备暖胃的姜茶。他会为了迎合我的口味，不断挑战吃辣，最后吃到胃出血。在这7年的时光里，他的确事无巨细，体贴入微，但我没想到张家俊这些年对我的好，竟然成了他们家用来谈判彩礼的筹码。我想想就觉得恶心和讽刺。我冷眼朝着张家俊看去，开口问他：“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张家俊脸上快速闪过一丝尴尬，没正面回答，直接开始卖惨：“佳怡，我是真心爱你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条件，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的病特别费钱，你们家条件比我们家好点儿，10万块对你们家来说可能是笔小钱，但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难道你非要为了这10万块逼死我爸妈吗？你要是真爱我的话，这10万彩礼就算了，我发誓结婚以后一定会加倍对你好的。”张家俊可能不知道，为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我一直没告诉他我真实的家庭情况。我们家算不上西城首富，但在西城排得上前3。张家俊现在所在的公司就是我名下的，我每个月开他5万的工资，现在只是问他要个10万的彩礼，他竟然说我想逼死他爸妈。事实证明，人不是一下子烂的，只是他之前伪装得太好了。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猛窜的怒气。行，彩礼我可以不要。张家俊满意的笑了。佳怡，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张家俊妈妈见我愿意退还彩礼，脸上也和颜悦色了起来。这才像话吗？你能嫁给我这么好的儿子，那是你的福气，好好为我们张家传宗接代，我和家俊他爸不会亏待你的。我摸了摸小腹，内心突然有些期待年底的婚礼了。对了，家俊，阿姨，你们确定只办婚礼不领证吗？我指了指合同的第2条。张家俊没说话，朝着他妈看了一眼。张家俊妈妈立即道：“
这婚礼都办了，你还怕我们跑了吗？可是不领结婚证，会影响我肚子里的孩子上户口啊！”张家俊立即道：“佳怡，你放心，等你生了孩子，我们立即去领结婚证，不会影响孩子上户口的。”张家俊，你什么意思？什么叫等我生了再领？不等张家俊开口，张家俊妈妈指着我鼻子凶道：“这还没过门，就这么凶老公，以后还得了？不领结婚证，那是对你好，对我好。”我一脸疑惑：“你要是生出个男娃，这结婚证就能领；要是生出来是个女娃娃，你另嫁那好歹也是头婚，你搁这儿问这问那的，不如祈祷祈祷你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娃。”我沈笑一声，还真是为我好。既然张家俊一家吃相这么难看，那我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彩礼房子我可以都不要，年底办婚礼的钱总该你们家出吧？张家俊一把搂住我的肩：“那肯定的，就是年底酒店都忙，现在订酒席来不及了。我和我妈合计着，就在村里简单的办一下。他们家现在就是吃准了，我会为了张家俊委屈自己。行啊，那到时候把村里的人都喊上吧，正好年底，热闹点好。到时候我可得好好让大家看看张家俊一家人是个什么货色。”该聊的都聊得差不多了，张家俊妈妈二郎腿一翘，开始指挥我去厨房做饭。我看了一眼张家俊，他也不装了，跟他妈一起坐着看电视嗑瓜子。行，要我做饭是吧？我转身走进厨房，搬起橱柜上的一摞盘子，朝着地上狠狠摔去。哎呀！听到声响，张家俊和他妈赶紧跑了过来，看见盘子碎了一地，张家俊黑了脸，问我怎么弄的。我解释道：“这盘子太重了，我一个不小心没拿稳，就掉了。”张家俊妈妈心疼的不行：“你个赔钱货，这可是我新买的盘子。”我委屈地看向了张家俊，平时张家俊最是受不了我这一套，果然他开始帮着我劝他妈：“算了算了，就几个盘子，又不值什么钱。”张家俊妈妈不乐意了：“你个不孝子，人还没嫁进来，你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张家俊受不了他妈的念叨，将人拉了出去，又清理好厨房的地面，这才吩咐道：“盘子我已经帮你拿下来了，以后做饭扫地这些家务你也该好好学学了，这样我也能安心在外面赚钱。”之前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之前他口口声声说以后家务他全包，我就安心的做个公主。这婚还没结呢，他脸变得倒是挺快。行，以后你主外我主内，我会好好学的，以后把我们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佳怡，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张家俊走后，我脸上的笑意顿敛，直接点燃了厨房，火势很快从灶台上蔓延开来，眼看着收不住了，我这才惊慌地尖叫了起来：“不好了，着火了！”我一边叫一边跑出了厨房。张家俊和他妈看着火光冲天的厨房，顾不上质问我，赶紧取水灭火。经过了20分钟的努力，火势扑灭了，但是厨房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张家俊妈妈恶狠狠地瞪着我：“我看你就是个扫把星，人还没嫁进来就开始克我，那以后嫁进来了还得了？”我红着眼睛，泪如雨下，晃了晃张家俊的胳膊，解释道：“家俊，我是真心想做顿饭给你和阿姨吃，可你也知道我这是第一次做饭，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真是对不起，都怪我笨手笨脚，不像你聪明，学什么都一学就会。”张家俊这人吃软不吃硬，顺带着夸他2句，他就消了气：“妈，佳怡她也不是故意的，还不是你非要让她做饭，要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多事儿。”听了张家俊的话，他妈嘴巴都气歪了：“张家俊，你可真是有出息，居然帮着外人来指责老娘！
你别忘了，是谁拉着你长大的？真是有了媳妇就忘了娘。张家俊被他妈吵得头都要炸了，拉着他妈去隔壁的房间，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出来的时候，他妈妈明显气消了不少，只是原本说好他家办的酒席，现在变了。他妈说，厨房这事儿阿姨相信你是无意的，损失也不用你赔了，不过结婚的酒席可能得你们家掏钱了。我说他态度怎么变得这么快呢？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小事儿，我们家办也行，反正酒席花不了多少钱。张家俊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便开始得寸进尺。佳怡，我们虽然是在村里办流水席，但也不能随便糊弄大家。再说我还请了公司领导，怎么也得体面一点。张家俊说完，他妈跟着后面开始附和：是啊，这烟怎么也得是中华的，酒的话我看就茅台吧。领导什么的最爱喝的不就是茅台？家俊在领导跟前挣了面子，那你脸上也有光啊。阿姨说的对，就按照这标准吧。我欣然接受。张家俊和他妈脸上顿时笑开了花。笑吧，笑吧，我看结婚那天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眼看着距离年底没多少天了，张家俊问我酒席的事情，我叹了一口气，一脸为难。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情呢。张家俊疑惑，出什么事情了？佳怡，你家该不会是反悔了吧？没有反悔，只是我不好意思找我爸妈要钱。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结婚花钱天经地义。我真想回他一句，你也知道结婚要花钱呐。不过我还是忍住了。家俊，你不懂，这次结婚我爸妈给我准备了50万的嫁妆，这可是他们老两口所有的家当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管他们开口要钱了。而且你也知道，我爸那人对你本来就有点想法，他要是知道酒席钱你都拿不出来的话，这50万他肯定不会让我带进你们家。我们以后就是夫妻，我心肯定是向着你的。要是有了这50万，我们夫妻俩以后的日子也能好过很多。自从我和张家俊恋爱以来，我爸一直不同意。他认为我和张家俊门不当户不对，很难走到最后。现在想想我爸的话，也不是没道理。张家俊一听，果然犹豫了。佳怡，酒席的事情你先别着急，等我晚上下班回来，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下班点，我没着急回家，而是打开了手机上的监控。果然，张家俊一回到家就给他妈打去了电话。妈，跟你商量个事儿，酒席的钱我们家先出。凭什么？是不是徐佳怡反悔了？不是说好了，酒席的钱他家出的吗？张家俊叹了一口气，哎，原先说好是这样的，但是徐佳怡她身上没钱，她要办酒席，钱还得找她爸妈要，那就让她去要啊。儿子，你可不能心软啊！你先听我说完。结婚当天，徐佳怡她爸妈答应给她50万的嫁妆。张家俊妈妈愣了一下，你说多少？50万，是徐佳怡今天亲口跟我说的。舍不得小钱套不到大钱，酒席钱咱们家先垫着，等徐佳怡嫁进来，这50万就是我们的了。好好好，儿子你可真有本事，一口气给咱们家挣了50万。我看着荧幕笑了，真是越发期待婚礼那天了。到了约定的日子，张家俊在村头搭起了红棚，请了不少亲朋好友、乡亲邻居，还有公司的一些领导和同事。为了撑面子，他还真的准备了中华烟和茅台酒。酒席上花的血本，都委屈我去贴补了。原先说好的婚纱照不拍了，他直接找修图师 P 了几张图。原先说的喜糖礼盒也换成了鸡蛋和毛巾。定好的化妆摄影和主持人也被他退了，直接给了村长200块红包。
让他来做主持人。感觉村口开个会都比这场婚礼隆重。眼看着吉时到了，也快开席了，我这个新娘子却迟迟没到场。张家俊给我打了几通电话，我懒得接。紧接着他妈又给我打，我直接将手机关了机。半个小时后，我领着10几个记者姗姗来迟。我刚从车上下来，张家俊指着我身后的车和扛着镜头的10几个记者就开始说我：“徐佳怡，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虚荣呢？我这边刚刚退掉摄影，你就自己找了，还找了这么多，还有这车，这可是劳斯莱斯幻影，租一天得好几万吧？我丑话说在前头，这些钱你别想我出，你自己想办法吧。”我淡淡瞥了他一眼，我压根儿没想让你出这钱。听了这话，张家俊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不少。这可是你说的，那你赶紧跟我进去，大家伙儿都等着呢。我跟着张家俊走进场地，不少亲戚邻居就围了过来送祝福。家俊眼光真好，娶的媳妇真漂亮，听说还一分彩礼都没出，可真有本事。家俊可不光眼光好，能力也出众。我可听你妈说了，你在徐氏集团工作，等你表弟毕业了，你可得好好带带他。年纪轻轻，事业爱情双丰收，家俊真是我们村的榜样啊！张家俊听着这一声声的恭维，笑得那是一个合不拢嘴。不一会儿，他公司的几位领导也端着酒杯走了过来。徐总，家俊，我祝福你们新婚快乐。徐总，徐佳怡。张家俊有些疑惑，但是想着领导可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这么称呼我，也就没多想。王哥，在公司里还得多谢您的赏识和提拔。王哥笑着摆了摆手，那你可就谢错人了，你要谢的人应该是徐总，能娶到徐总这么个贤内助，可是你小子8辈子修来的福气。好好干，我很看好你。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辜负您和公司的厚望。听了亲戚邻居的恭维，领导们的夸赞，此时的张家俊得意极了。台上，村长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开始走流程：“乡亲们，我们的新娘已经到场，接下来结婚仪式正式开始。”他话音刚落，我上台一把抢过村长手中的话筒：“不好意思啊，主持人说错了，不是结婚仪式，是退婚仪式。”众人皆是一脸诧异，张家俊也慌了，问我什么意思。我回他：“没什么意思，就是这婚不想结了。”张家俊妈妈不乐意了：“徐佳怡，这婚你说结就不结，凭什么？我这人请了，酒席也办了，这婚你不结也得结。”我冲着他翻了个大白眼：“你们有脸逼着我退彩礼钱，我凭什么不能退婚？”张家俊妈妈开始耍赖：“你别胡说，谁逼着你退了？分明是你自愿的，是吗？”我递给音响师一个 U 盘，麻烦他帮我播放。不一会儿，投影仪上就出现了张家俊妈妈那张尖酸刻薄的脸：“徐佳怡，你自己出去打听打听，现在国家都提倡不收彩礼，你搞什么特殊？再说了，这些年我们家俊一直给你当牛做马的，你请个保姆照顾你这么多年，都不止10万块了吧？”跟张家俊回家那天，我知道他妈要提退彩礼的事情，所以提前将针孔摄像头藏在了袖子里。这段视频一放出，现场的众人顿时议论开来，对着张家俊一家指指点点：“什么人啊？婚礼可以办，不领结婚证，这不是纯纯耽误人家女方吗？8万8的彩礼要回去也就算了，还不准人家女方要回嫁妆。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这么厚的。你们不知道吗？他们一家子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爱占便宜，以后让闺女们可要擦亮眼睛，千万别嫁到他们家来。”张家俊脸都气绿了，直接将投影仪的电给拔了。
张家俊妈妈也是气得不轻，指着我鼻子就是一顿骂。真没看出来你这小姑娘心咋这么黑，不就是要你退还8万8的彩礼，你就这么祸害我们家？你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吗？一个没人要的破烂货。像我儿子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嫁有的是人嫁。我告诉你吧，前几天我儿子升职加薪的当批下来了，他以后年薪100万的时候，你就是跪着求我们，也别想再进我们张家的门了。经过张家俊妈妈这么一提醒，我倒是想起来了，1个月前，我给张家俊申请了升职加薪，因为要经过董事会，所以流程走得很慢。想到这儿，我立即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让公司和张家俊解除劳动合同。挂断电话，我给张家俊妈妈道了声谢，多亏了你提醒，不然我都忘了。现在你儿子不光年薪100万没了，工作也没了。张家俊妈妈自然不信，家俊的领导对他可器重了。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一句话就能让他公司开除他？张家俊是有能力，不过能力一般。他的领导器重他，完全是因为他是我男朋友。张家俊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帮他上下打点好了关系，不然他以为他一个清闲工作就能月收入5万。张家俊也觉得我在吹牛，他一脸自信对着我道：“徐佳怡，你是不是后悔了？你现在后悔也不是不行。你把你爸妈给你的50万嫁妆交给我妈，我就当今天的事情没发生。”他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可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方才还对他笑脸相迎的领导王哥，此时黑着脸对他说：“下周你不用来公司了。”张家俊一脸不可置信：“王哥，这是什么意思？”王经理一脸嫌弃地甩开他的手，解释说：“这意思就是你被开除了。”张家俊整个人如同晴天霹雳：“王哥，别开玩笑了，公司不是刚刚给我升职加薪吗？怎么就要开除我了？”王经理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你个蠢货，因为你得罪了徐总。张家俊一脸不理解，指着我就是一句嘲讽：“他徐家一算哪门子的徐总？”我笑着看向他：“徐氏集团的徐总，够格吗？”张家俊，动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你那个清闲的工作，哪家公司会在实习期就开出5万的高薪？哦，对了，门外那辆劳斯莱斯可不是我租的，那本来就是我的。张家俊彻底傻眼了，像是被人抽走了浑身的力气，瘫坐在地上。我懒得看他，抬脚就要走，他却一把抱住我的腿，开始苦苦哀求：“佳怡，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你瞒得我好苦，彩礼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错了。现在你想要多少彩礼我都给你，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嫌恶地扒开他的手：“你的彩礼我可不要，因为你让我觉得恶心。那你骂我，打我，总之求你不要走。就算看在你肚子里孩子的份上，你也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吧？”张家俊妈妈也赶紧过来求情：“佳怡呀，这事儿你别怪家俊，是阿姨不好，你要怪就怪我。你的肚子现在怀着家俊的孩子，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些小事儿耽误了孩子啊！”原来在张家俊妈妈的眼里，这些都是小事儿。我冷笑一声：“谁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张家俊的了？”张家俊脸都绿了，一下子从地上爬了起来：“徐佳怡，你什么意思？你居然背着我在外面偷吃！”张家俊妈妈也气得鼻孔冒烟，还以为你是什么好女孩，没想到背地里玩得这么花。乡亲们好好看看，我儿子可是受害者，这怪我家要回彩礼吗？不行，必须赔偿。张家俊也紧跟着道：“就是你背后给我戴绿帽子，害得我丢脸，必须赔偿我精神损失费。恋爱7年期间，我送你的东西和转账
必须统统归还，而且你还得另外赔偿我这7年的青春损失费，还有因为你才办的这一桌桌酒席，你也得报销。”张家俊妈妈突然想起来什么，连忙补充道：“儿子，别忘了厨房的装修费。”我看着张家俊母子俩恬不知耻的贪婪模样，心底一阵恶心。阿姨，厨房的损失不需要我赔偿，这句话可是你亲口说的，我可有录音。张家俊，我声明一下，我没出轨，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去精子库人工受精怀上的。恋爱7年，你送的东西和转账我可以还给你，毕竟也没几个钱。但是我这些年我送你和补贴你爸看病的钱，也请你还给我。如果你想要酒席报销和损失赔偿的话，那就和我的律师聊吧。顺便把你去年因为操作失误造成公司200万损失的事情也一并算算清楚。去年张家俊玩忽职守，填错了报价上的一个数字，造成了公司200万的损失。因为这个重大失误，董事会一直想要开除他，是我用自己的钱补上了这笔损失，最后还让出了3%的股份，才将他力保了下来。当然这些张家俊都不知道，如今看来真是一片真心喂了狗。提起公司200万的损失，张家俊立马不说话了，张家俊妈妈也彻底安静了下来。张家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精子库人工受精吗？张家俊摇了摇头。我从包里掏出一张体检报告递给他，因为你有弱精症，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张家俊一把抢过报告，仔细地看了看，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上次的体检报告分明没问题，你拿到的那份报告是假的，这份才是你真实的体检报告。张家俊如同五雷轰顶，呆愣在原地。他妈开始在地上撒泼打滚，又哭又笑。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就这么让我们张家绝了后，我冷眼扫过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经过这么一闹，张家俊一家彻底在网上出了名。不少人对张家俊母子的行为进行了斥责。一时间，张家俊的亲戚还有邻居看见他们家人，就跟躲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张家俊妈妈不死心，找了好几个媒婆，求他们给张家俊相亲，都被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因为生病的爹、刻薄的妈，还有生不出孩子的他，媒婆都说谁介绍谁缺德。而且自从半年前我俩订婚后，他一直挺努力的，可惜一直没怀上。前看3年后，我领着2岁的女儿去商场，在地下停车场看见了张家俊。他在商场的停车场做保安，人憔悴了很多，原本挺直的腰杆如今佝偻了不少，原本的年轻气盛已经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有卑微的讨好和贼眉鼠眼的算计。女士，这是找您的钱。前面车内传出质疑的声音。你好，你是不是少找了我3块？张家俊摇了摇头，没有啊，刚刚找您的就是18，哪来的18？这里只有15块钱，可能刚刚递给您的时候，您没拿好，硬币掉车里了，后面还有车辆排队。您自己回去好好找找吧。前面车主探头朝着后面看了看，看见的确有很多车排队，这才无奈地将车开走了。前面的车刚走，我就看见张家俊乐呵呵地从袖子中掏出了3枚硬币。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结婚前夕，男友送了一个手镯给我，说是妈妈留给他的传家宝，并说是翡翠玉镯，货真价实老古董。可是我拿去鉴定，镯子是假的，不值钱。谁知遭受了巨大的网暴。网友：妈妈留下的是金石，是出了捞女，人家妈妈的传家宝都给你了，你却满脑子都是真假，家有一宝，可见人心。你配不上他，
放过他吧。这一次，我找出前世骂我拜金，叫嚣着让我放过谢明的女网友。你这样的好女人，可一定要嫁入他们家，生3胎难保呀！耳边嗡嗡响，眼前光影闪过。待我回过神时，我才意识到，我重生了，重生回前世来某直播间里鉴宝那天，身子不自禁微微颤抖。而这时，主播满脸鄙夷地看了一眼我的镯子，主播轻笑道：“小姑娘，你这一眼假呀，还古董呢，这不上个月做出来的吗？我敢说，这镯子问世时间不超过2个月，指不定就是拼夕夕买回来的呢。几块钱的玩意。”跟着主播又说了很多据点，论证我这个手镯有多假。前世的这个时候，被主播和网友嘲笑的，我感到难堪又难过。此时主播笑眯眯问我哪里买的，旅游被骗了吧？这次的我表情愤怒至极，提高了音量：“男朋友送的，居然骗我，真假是重点吗？重点是欺骗。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有一个真正的翡翠玉镯传家宝的，可是他们居然拿一个假的糊弄我。”我这话一出，主播包括直播间的所有人都大变脸色，弹幕刷得更快了。主播推了推眼镜，换上了一副温和的表情：“哎呀，男朋友送的呀，有心了呀，这么漂亮的镯子，你男朋友应该也不知道是假的。你再给我好好看看。”我刚刚没看仔细，其实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人家肯为你花心思，而且这是他妈妈留给他的，你应该相信他的。随着主播的话落，直播间的弹幕也火箭似的咻发射，看得人眼花缭乱。我都特意说重点是欺骗了，这个主播还在围绕真假和真心做文章。呵呵，随意瞄了一眼，很好，比前世骂的还要厉害了。真替你男朋友不值，居然有你这样一个捞女朋友。你没有通过妈妈的考验，你这样的人，就是有真的传家宝也不会给你的。你不配见到活的拜金女了，快来看呐，人家满腔真心送你妈妈的传家宝，你却拿来这里见真假。注意看，这物质女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冲着传家宝来的，她还打着真的传家宝的主意呢。见宝还是见人心啊？哎，心疼你男朋友。而那头主播也还在劝我，还让我不要问男朋友和妈妈，要给他们留面子。或许他们也是被骗的呢，老人家哪里懂这些呀？说不定就是家里留下来的，他们便传了下来，不管真假，那都是人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家宝啊，这是无价的。可是刚才他还说这镯子问世不超过2个月的，还说是拼夕夕掏的呢，简直荒唐至极。感觉主播已经说嗨了，弹幕里那么多骂我的，他都跟瞎了似的看不到。退一步讲，如果真的有一个古董镯子，你现在按捺住，到时候真的古董镯子不就是你的了吗？可不要因小失大呀，妹妹。我无视大家骂我的弹幕，挂断联系，退出直播间，然后找到评论里骂得最凶的一个叫俏寡妇的女生，关注了她，给她发私信：“你凭什么骂我配不上我男朋友？我哪里拜金了？明明是他们一家欺骗我好吗？前世我和男友谢明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见过双方父母，他先去我家，带了他家准备的特产，还有茶叶，而我爸妈盛情相待，并且给了他一个10001块的大红包。到我去他家时，却只得到一个镯子，0元红包。谢明说他爸妈节省惯了，他们是农村的，很淳朴，没有心眼。虽说那顿饭吃的也挺寒酸，他们家的5菜1汤和我爸妈准备的一桌子海鲜大餐无法比，但我也吃得挺开心。毕竟每个人家里的消费习惯不一样，但走的时候没有红包，还是让我心里莫名不舒服。尤其我还买了好烟好酒来，
谢明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不开心，只说他爸妈多喜欢我，多重视我，反复强调他妈妈把他们家的传家宝翡翠镯子给了我，这代表对我的认可。而我看这镯子，怎么看都觉得很廉价的样子。可是谢明信誓旦旦说这是他外婆传下来的传家宝，雍正时期的翡翠镯子，很珍贵，不仅是无价之宝，还是只传长媳的，让我好好保管。我被谢明哄好了。后来跟朋友一说，大家都骂我傻，说谢明家里不重视我，1分钱红包都没给我。我当时心里虽然不服气，觉得他们太看重物质，而且人家传家宝都给我了，还不够重视吗？但是当爸妈问起时，我还是没好意思说没给红包，跟爸妈说他们也给了我10001块的红包，还有一个翡翠镯子。之后才越想越委屈，尤其是意识到我都不敢跟爸妈说真相。刚好那时刷到一个鉴宝直播，我便点进去，连线询问了。之后便是大规模的网暴，说我拜金、虚荣。而那个叫俏寡妇的尤其来劲，因为我被网暴后有了热度，谢明趁此机会去发了个视频回应。当时我还觉得很感动，因为他回应说我并不是拜金女，且镯子确实是外婆给妈妈的。至于真假，他不知道也不在乎，因为那是长辈的爱。谢明评论底下又聚集了各位纯爱战士们以及好女人们。那个俏寡妇非常俏皮地在评论区发自己的自拍，并附言：明，你看我怎么样，包不拜金的。跟着俏寡妇又罗列了自己的优点，会做饭、孝顺、顾家、不看重物质等等，还得到了超高点赞，占领前排。他3番4次出现在评论区，甚至有人开始磕他和谢明的 CP 了。而我那时因为被网暴，一直很抑郁，见谢明和俏寡妇打情骂俏的模样，更是生气。那段时间谢明很照顾我，一直安慰我，还把俏寡妇拉黑了。爸妈对他也很满意，而且当时爸妈觉得我们有点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了，因为谢明被宣扬成了好男人，小火了一把。于是我嫁给了谢明。为了不被网友骂，爸妈连彩礼都不敢要，还赔了一辆20万的车子。原本是只买给我的房子，也变成了我和谢明的婚房。但我却死在了结婚2年后，因为2次流产，第2次胎儿在肚子里已经8个月了，结果忽然胎心停了。后面那次流产对我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我又犯病了。而谢明又对我很冷漠，不是骂我矫情大小姐脾气，就是说我自私又无用，还有公婆的打压，最后发展到重度抑郁。某个凌晨情绪泛滥，从楼上跳了下去，死后魂魄未散，眼睁睁看着谢明占了我的房子，吃我家绝户，还和那个叫俏寡妇的约了见面。幡然醒悟，怨气冲天的我就重生了。我没有看俏寡妇回复我私信没，兀自下线了。下线后，我拿出手机给谢明打电话：谢明，你现在立刻过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怎么了，宝宝？我在忙呢，晚上又不加班，忙什么？我问你，你老实和我讲，你给我的手镯真的是你们家传家宝吗？我去你们家，你爸妈不仅没给我红包，还给一个破镯子欺骗我。提到镯子，谢明声调都变了。什么意思？沈乔音，你不信我，在你眼里就只看得到钱是吗？我们在一起3年，我还以为你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你太让我失望了，沈乔音。我搞半天，他还反过来指责我了。谢明，你什么意思？我物质？你怎么说得出口的？在一起3年，我什么时候占过你便宜？哪次不是你送我什么，我立马回你更贵的？吃饭是你请的，
那看电影、买咖啡、奶茶什么的，就是我出了。我才是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分手，许是没想到我会直接说分手。谢明慌了，宝宝，我不是那个意思，别生气。你在家吗？我现在过来。我喝多了说胡话了，不生气呀。我勾了勾唇冷笑。我这么好的条件，谢明哪里舍得分手？而我也还没让他们付出代价，没有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哪怕分手，我也要分得轰轰烈烈。谢明很快就赶到了，不停地表忠心，哄我。我假意委屈落泪，把直播间的事情告诉他。他脸色微变，随即温柔地握住我的手。宝宝，是我不好，我回去问问我妈妈。你也知道，我爸妈都是农村的，他们没有什么歪心思的。但是你相信我，这真的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的，我舅妈一直想要，我外婆都没舍得给。我刚才也是因为这是我妈妈最看重的镯子，结果被你那样说，我才着急的口无遮拦的。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你受委屈了。谢明温柔地将我揽在怀里，心疼地替我擦去眼泪。我一把推开他，生气道：网友欺负我，你也欺负我，都说我拜金，我就拜金怎么了？一个破镯子就想打发我？我爸妈给了你多大的红包？我呢？我1分钱都没有，去见你家父母，我爸妈多重视，生怕失礼，精心准备礼物，朋友们都骂我倒贴，你却和网友一起说我物质，我看透你了。谢明脸色一变，神色看上去既慌张又深情，更紧地抱住我，居然开始骂他爸妈了，都怪他们，我回去骂他们去，不知道给我宝宝包红包，拿个珍藏多年的镯子就想敷衍了事了。宝宝受委屈了，是我不好，我宝宝这么好的女孩子，怎么会是物质女呢？还有那些网友们都不是正常人，我骂死他们去。我先骂我爸妈，本来就是他们没做好，让我宝宝伤心的人都是坏人。谢明说着，居然真的拿起了电话，要给他妈妈打电话。我靠，厉害呀！我被唬得一愣一愣的。我敢说，如果不是我死过一次，我真的会被谢明为我打电话骂他爸妈的举动给感动坏了，然后再阻止他打电话。然而这次，我只是委屈地看着他，等他打电话。看得出来，谢明被我的反应搞懵了一瞬，他的手僵在那里。最后，在我委屈的神情中，拨出了给他妈妈的电话。妈，你们给乔音的镯子怎么是假的？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呢？他是我最爱的人，你们不许亏待他。谢明说着，还瞥我。他可能以为我会阻止或者感动，然而我只是更加委屈地看着谢明，一副认同的模样。谢明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接着背着我走远了些，和他爸妈继续打电话了。适当的做还是有效果的。这通电话过后，第二天谢明带了2个红包给我，说是他爸妈补给我的，一个红包是5200，一个红包是6600。我自然地收起红包，朝谢明笑得甜甜。就在这时，谢明妈妈的电话打了进来：乔音啊，红包拿到了没？本来你来那天就要给你的，走那么急，一下给忘了。一个是5200，代表咱谢家对你的爱，以后啊，你就是我们的半个女儿了，我们肯定会当你是亲生女儿一样爱护的。还一个是6600，那是我和你叔叔对你的祝福，希望你以后顺顺利利、和和美美的。收到了，谢谢叔叔阿姨，我太感动了。本来这2天被网上人骂的，难过抑郁，都不敢看手机了。还好有谢明陪着我安慰我，还有叔叔阿姨对我好。呜呜呜！我先发制人，提被网暴的事，自然就提到了手镯是假的事情，想道德绑架我，没门！果然，谢明妈妈生生改了话头，开始安慰我，还叮嘱谢明多陪着我。
哄我。谢明长得是人模狗样的，学历也高，不然我也不会看上他。这会儿，谢明见我实在伤心，又满腹依赖他的模样，他和前世一样，发了个视频回应。在视频里，他温和有礼地表示，翡翠真假他们一家人都不知道，确实是外婆留下来的传家宝。同时也表示，和我交往2年多，深知我的品性，绝不是大家说的拜金女。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网暴我了。这一副温和又深情的模样，属实是搞新媒体的好苗子。谢明让翡翠见人心的热度又再次高了起来，不少人闻风而至，有人骂谢明舔狗，有人说他傻，骂他的几乎都是男生，更多的是心疼他，以及真心建议他的，都建议他换一个女朋友。以及在评论区发自拍的女生一茬又一茬，在评论区跟我雌竞上了，还有人晒自己的房产证什么的，说要谢明当他的女婿。总之一大波人吻了过来，谢明和前世一样小火了。而我也看到了俏寡妇回我的私信，如果是我，人家把妈妈的传家宝都送给了我，我根本不会拿来鉴定真假。你就是配不上他，你这个满脑子只有金钱的物质女，我们女人的名声就是被你这样的人搞坏的。俏寡妇激动得很，我粗粗扫过，回了一句话：你是好女人，那怎样？他爱的是我，他超爱。尤其我还看到谢明的视频底下，俏寡妇真的去发自拍了，连发好几条，上了前排。再看到我的私信，他不得气出好歹来。爸妈听说了我找谢明吵，嫌弃他送的镯子是假镯子后，说我很失礼。他们说我没有在未来公婆那里留下好印象，但是他们对谢明的印象又更好了，因为谢明处理得很好。因为我是家里独生女，他们给我在市区买了房子，怕我吃亏，而谢明又是农村的，所以本来他们说我们结婚的房子要自己买，但在接触几次后，爸妈开始心疼谢明了，说他一个人不靠父母，挺不容易的，又上进又对我好，最重要的是在遇到事的时候，他知道站出来维护我。所以我市区的房子，我爸妈打算给我们做婚房用。这话传到了谢明爸妈那里，他们开始催我们结婚了。而我的计划也在稳步进行中。我让谢明趁现在小有热度，不如咱们来做情侣账号。谢明的人设是恋爱脑深情男主，我的人设是作精大小姐。我们一起合拍了几个甜蜜视频，点赞评论都很高。虽然看不惯我的人还很多，不过大家都觉得谢明爱我爱到骨子里，这么宠溺简直没谁了。我们这对情侣博主和别的博主最大的不同是，别的博主都是 CP 粉，或者只喜欢女方的老婆粉，或者表面只喜欢女方，要和男方抢老婆，实际上也是爱男方的女友粉。而我们的呢，大部分是来看我俩啥时候分手的，亦或是心疼谢明的，还有人朝我许愿，让老天赐一个谢明那样的高质量恋爱脑男友给他们的，还夹杂着小部分真心磕我俩的，以及对我黑转粉的。谢明显然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开始飘了，爬得越高，跌下来时才会越痛。俏寡妇依旧乐此不疲地给谢明评论，她似乎真的看上谢明了。评论区也有人开始磕他和谢明的 CP， 还有人预测我和谢明肯定会分手。明哥什么时候能明白，他和沈乔音根本不适合呀？支持俏寡妇上位，大家都只是开玩笑而已。乔姐，你不会生气吧？这一次，因为我早有留意，所以我发现了前世未曾发现的秘密。原来谢明已经用小号和俏寡妇互关上了，难怪这一世谢明发的视频里都有我的出镜了。俏寡妇还乐此不疲地给谢明评论。
原来我和网友都是他俩拍的一环呢。这一天，我和谢明同时出镜，宣布我们要结婚了。婚期定在5日后，这段时间没怎么拍视频，就是因为在忙结婚的事情。虽然很匆忙，但是我们都等不及了，迫不及待。而且谢明爸妈说，错过5日后那个好日子，就得等明年了。我注意到这条视频，俏寡妇没有评论，我时刻关注着她呢。我们公布婚讯，以他和谢明这段时日聊得火热的架势来看，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趁谢明不注意，我偷偷拿了他的备用机来看，登上小号，果然看到了俏寡妇在委屈：“你和他要结婚了，那我呢？我算什么？你都说他自私、任性、精致的利己主义，脾气大，可是你还是要娶她。你说我把咱们的聊骚记录发给他看，他会怎么做？好啊，俏寡妇，我支持你。不过可惜，俏寡妇被谢明哄好了，他们转去了微信私聊。当然了，也是谢明的小号。点开微信，看到他们后续的聊天记录时，我整个人如坠冰窟。原来他们一家人比我想象的还要恶毒。好了，宝宝，不要难过。我肯定更爱你，但是我也不能这个时候和他分手啊，那样我会被骂死的。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早就偷偷把他的避孕药换成了维生素，说不好她什么时候就怀孕了。他们家就她一个女儿，她怀孕后，他们家的房子、车子都会是我的。市区那套房子要成我们的婚房了，他爸妈县城也有2套。到时候陪嫁肯定也不少，我和他结婚百赚不赔的。他又傻乎乎的，什么都信我。他爸妈也很喜欢我，我再哄哄他们，说给他们养老，他们的财产不就是我的了？万一他出个什么意外没了，我还能当他们的儿子，给他们养老呢？还是我妈出的主意。我妈看小说，小说里女主婆婆就把女主避孕药换成了维生素。俏寡妇，我也可以给你生孩子，人家都说我屁股大好生养，肯定是生儿子的料。好，给我生2个儿子，再要个女儿。你比她懂事贤惠多了，到时候咱们好好在一起。讨厌，那我还是生气。你必须来哄我。就这些聊天记录，用尽我所有力气，因为我之前月经不调，去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开了短效避孕药，让我严格按照医嘱吃，所以短效避孕药就成了我们避孕的方法。不过自我重生回来，我都找借口避开了谢明的求欢，没想到谢明妈妈居然会让他把我的药换成维生素。如此想来，前世我患上重度抑郁症，谢明肯定早有察觉，但他不仅没关心我，反而故意刺激我，让我病情加重，从而导致悲剧。手机差点拿不稳，我强忍着怒气，逼迫自己冷静下来，拍下证据，还录了屏，同时记下了他们约好私会的日子。3日后，俏寡妇会去谢明出租屋里。俏寡妇说要狠狠折腾谢明，让他新婚夜无能为力，想到都觉得恶心。这2人还真的是婊子配狗，天长地久。3日后，那就让你们身败名裂。这会儿还在春节假期，大部分人都还闲在家里，而我和谢明婚期将近，爸妈说结婚前是不能见面的，不然谢明和俏寡妇也不会有私会的时间了。按照他们的意思，他们是打算厮混到我和谢明结婚那天呢。3日后的晚上7点，我拿着手机开了直播。好多天没和谢明见面了，真的还挺想他的。虽然爸妈说结婚前不能见面，但我还是忍不住了，买了他最爱吃的烤鸭，偷偷给他一个惊喜。我们要结婚了。我知道现在还是有很多小伙伴看不惯我，还盼着我俩赶紧分手。不管你们祝不祝福，日子是我和他过的，我怎么样，
他最清楚了。大家都过好自己的日子吧。直播间人不算多，没事，等会就会多了。我有谢明家里的钥匙，我轻手轻脚，提着烤鸭，拿着手机，然后开了谢明家的门。随即，两具纠缠在一起的身体翻云覆雨，好不忘我。我呆住了，屏幕一直对着那边。谢明和俏寡妇，俏寡妇经常发自拍，各种各样的自拍，蹭着我和谢明的账号，也算个网络小红人了。而我反应过来后，尖叫一声：“谢明，你在干什么？2天后就是我们的婚礼了，你背叛我，你就是斗上那个俏寡妇，对不对？我认得你，贱人！在网上和有妇之夫打情骂俏，在线下和跑到人家家里来翻云覆雨，你们真恶心！”我冲上前，一人甩了一巴掌，呜呜哭着，拿手机往外跑。谢明如梦初醒，扯了件衣服，跌跌撞撞追了出来。乔音，你听我解释。而俏寡妇却伸手扯住了他。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愤然离去。直播间已经被封了。那么大尺度，不被封才怪。但他们火了。大家好，我是沈乔音，也就是前段时间在某某老师直播间鉴宝的那个拜金女。我和男友谢明交往3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去我家，我爸妈给足礼数，还包了10001块的红包。我去他家，没有红包，只有一个品相看着很廉价的镯子。我朋友都说我扶贫，说我倒贴，我不服气，因为我心里也觉得，只要他们真心待我好，镯子真假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他们信誓旦旦，说是真的。谢明总是强调他妈妈给的镯子有多金贵，他们多看重我。那天我就没忍住，想去鉴定一下，结果你们也知道了，镯子是假的，但我也被骂得狗血淋头。我第一次知道，我自己是个拜金女，感觉比朋友骂的倒贴女好听多了。交往3年，我从没有多花过谢明的钱，相反，我俩之间反而是我花钱比较多的那个，因为他家的条件不如我。我和他出去吃都不会选很贵的地方，怕自己的消费观会让他心里不舒服。吃饭他付一顿，那么下一顿我就会付。礼物他送我，我必会回更贵的。我觉得钱多钱少不重要，坦诚最重要。我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条件，所以我才会去鉴定那个镯子。当我听主播说镯子问世不超过2个月时，我感到了深深的欺骗，还有委屈。这事后来解决了，他站了出来为我澄清，说我不是拜金女，同时也解释了镯子的来源。我选择相信他，因为他后来也让父母给我补了红包，所以我很感动。我以为他真的是那个爱我疼我的谢明。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他们心疼我和谢明，不想我们压力过大，所以打算把他们在市区给我买的房子当做我们的婚房。他们说彩礼也不打算要，反正要了也是都给到我们小家庭里面的。他们什么都替我打算好了，谁也没想到谢明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亲眼撞见他和斗上一个叫俏寡妇的女网友在床上翻云覆雨。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我只感到一阵恶心，还有绝望。我想吐，怎么会有人每日在大家面前演绎深情款款，背地里又和女网友聊骚到床上去啊？还是在婚礼前2天？是觉得这样刺激吗？我在此宣布，我和谢明分手，我和他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这个视频发出后，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谢明和俏寡妇的活春宫打马版如今也满天飞，那些说磕谢明和俏寡妇的人呢？怎么这会儿不来磕了？
你们磕的 CP 是真的呀？谢明和俏寡妇的抖已经被沦陷，我的视频底下也涌来了大批人。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站谢明，说他肯定是不好意思和我提分手，但又和俏寡妇情难自禁。如果我还爱他，就应该原谅他。谁都会犯错，人之常情而已。呵，我还有证据没放出来呢。这帮人真是双标到极致啊！谢明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发视频，祈求我的原谅，不住地说是俏寡妇勾引他的，他一时鬼迷心窍。我回了爸妈家，把事情告诉了他们，同时连谢明和俏寡妇说的话也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气坏了。我则整理好我和谢明交往期间所有大额支出，还有我去他家时送的烟酒，我都要拿回来。他们拿过来的茶叶和特产，还好没来得及开，我全部打包好，送回了谢明爸妈家。我知道以他爸妈的厚脸皮，不一定会把我送的烟酒还回来，所以我把自己整理好的为谢明花的钱，连同烟酒的金额一起，将谢明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归还恋爱期间我所花费的钱财。不为什么，恶心一下他而已。大家都是在网上学的嘛。到此时，谢明终于知道我不会再原谅他了。与此同时，我又放出谢明小号和俏寡妇的聊天记录，这对狗男女又火了一把。连续剧啊，还有后续，太精彩了，太恶毒了吧谢明，亏我还以为他是好男人，果然人不可貌相。当初乔音姐姐在直播间鉴宝的时候，我就为她说话了，结果我也遭受了网暴，喜提拜金女称号，太可怕了。谢明一家这是准备吃绝户啊，把避孕药换成维生素，真的又蠢又坏，太恶毒了。我也看过这种小说，当时大家都还觉得很甜呢。我的天，甜在哪里？俏寡妇是真的不要脸啊！我说一些随时随地都能在评论区发自拍的女的，是什么成分，大家都知道了吧？通过此次事件，我再一次明白了为何很多人说找女朋友和老婆就要找那种半醒不醒的独立女性，钱不多花你一分，什么都 AA， 最后被算计得死死的，吃干抹净，真的是太赚了。也有人说我肯定又要趁此机会当网红、直播卖货什么的了，毕竟这白给的热度。但我并不打算吃流量这碗饭。这一世我没有患病，没有再被网暴，我已经很开心了。重来一世，我只想守护好自己和父母，不让自己受一点伤害。而谢明一家子都遭受了巨大的网暴。谢明连工作都丢了，还有俏寡妇，日子也很难过。而我又在俏寡妇那里埋下了一个种子，日后定会结出黑暗的果实。我和谢明彻底撕破脸，他不愿意归还欠我的金额，总认为他出的和我持平，殊不知我送他的手表都几万块了，怎么可能持平？平时出去吃饭和玩开销持平了，但是礼物那是万万没有持平的，最后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还值钱的礼物和烟酒都还给我，一改往日温和斯文形象，表情狰狞至极。像你这样强势的女人，以后不会幸福的。而且你铁定有什么毛病，一直不怀孕，你肯定是避孕药吃多了，不孕不育了，以后还有谁会要你？我和琪琪要结婚了，她肚子里怀了我的孩子，一看就是儿子，琪琪就是俏寡妇了，真名叫陈琪琪。我看都没看她一眼，敷衍点头，恭喜，随即打开车门，扬长而去，徒留谢明在原地破防。谢明还没有找到工作，本来他还想搞直播，可惜他一开直播就会有人骂他、举报他，他只能先消停了下来，开始扮演岁月静好。我知道，等时间长一点，大家淡忘了这件事，他就会重来了。
毕竟他已经尝到了互联网的甜头，又确实长得人模狗样，还是有粉丝的。到时候想办法洗白一下，又可以割韭菜了。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惜我是不会让他如愿的。俏寡妇认定谢明家里还有一个真的翡翠玉镯。我之前私信他时就说过，谢家就是有真的古董，因为谢明的外婆家里以前是地主来的，留下一个祖传的镯子不稀奇，一定要真的结了婚，生下儿子才会给的。我暗地里一直都有关注他们，还注册了一个小号，关注了他俩。我还和俏寡妇互关了，这个号是我重生回来就注册了的，当时就伪装成俏寡妇和谢明的 CP 粉，这身份可太好使了。我时不时鼓励俏寡妇，我说我支持他们，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沈乔音算什么？就这样，俏寡妇1分钱彩礼没要，婚礼也没有，未婚先孕，和谢明结婚了。9个月后生下一个女儿，俏寡妇还是没有得到那个所谓的真镯子，因为她生了女儿，谢明一家对她很是冷漠。几日后，我看到俏寡妇某书发的帖子，笑弯了腰，月子里可以备孕吗？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结果发现有人在动我，一摸头上有一个符，生男符，一睁眼，公婆就站在我旁边，搬动我，要我头对着窗户睡觉，说这样容易生男孩，还老去亲戚家借男孩的衣服什么的，还给我喝了符水。我还在月子里呢，生完才20几天，就让我备孕了，说凑个好字。之后他也私信给我说了这事，我边忍笑边打字，可以呀，姐姐，说不定你怀上男孩，他们就把那个镯子给你了呢。你想想，翡翠玉镯，到时候你拿去卖了，能值多少钱？至少几百万上千万。到时候你买个房子，和他们老人分开住，孩子给保姆带，哪有这些烦恼？你和谢明还可以继续做情侣博主，可你俩的人还是很多的，嘴上说着不愿意，实际上什么符纸什么符水，他是一件没拒绝呢。果然，俏寡妇又娇羞上了。然后没多久，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在女儿才3个月的时候，肚子尖尖的，都说是男孩。5个月的时候偷偷去看，果然是。俏寡妇和我分享喜悦，说他们真的给了她一个新的镯子，还拍给我看。谢明家哪有什么真翡翠镯子？前世我就偷听到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就是他们抠门，不愿意给红包，就编造一个古董镯子传家宝的事情出来。要是我计较呢，那就是拜金，还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心；不计较呢，就是当傻子，再被他们吃干抹净呗。但俏寡妇信了，我得给她添把火，是吧？太幸福了，姐姐。我要是你，我肯定带着这个镯子到处炫耀，参加聚会什么的，让所有人都羡慕。幸福就是要记录的呀，不然以后老了都没有回忆。而且我们不能被人看扁了，让别人以为我们很穷很寒酸呢。俏寡妇被我忽悠瘸了，不住地附和我，说我是她的知音。正好谢明入职了一家不错的公司，有聚会，我建议俏寡妇跟着一起去，反正谢明在公司也熟了。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现实中没多少人记得他。他是技术型人才，有学历，找工作还是不难的。虽然现在的公司没有以前那个好就是了。而俏寡妇也没让我失望，她大着肚子去接谢明回家，并且露出了她那祖传的翡翠镯子，和平时一样，唾沫横飞，各种炫耀。我想，谢明的脸肯定已经黑透了吧？平时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就算了，这可是公司同事，还有领导也在呢，还嫌他不够丢脸吗？在有俏寡妇消息时，他已经疯了。他已经知道了镯子是假的，当着谢明同事的面
他炫耀这个古董镯子，有个懂行的说这个是假的，总之闹得非常难堪。谢明的脸都丢光了，他流产了，因为和谢明吵架，然后摔了一跤，孩子没了。孩子没了后，公公婆婆都指责他，大女儿也没人管，可怜兮兮的经常在家里哭。他公公婆婆不给大女儿吃奶粉，才8、9个月，就只能吃粥和米粉，说吃奶粉浪费钱，每日不间断争吵。谢明也对他越来越厌恶，认为当初如果不是他勾引他，他就还能和我结婚。我这话一出，主播包括直播间的所有人都大变脸色，前我俏寡妇也骂他们又穷又抠又恶毒，还拿一个假镯子冒充古董骗女孩。于是那个家变得乌烟瘴气，1日一小吵，3日一大吵，还伴随着家暴。俏寡妇哭着给我留言说她后悔了，还说其实自从她嫁给谢明后，一点都不幸福。谢明又冷漠又自私，非常擅长冷暴力。每次看他和公婆有矛盾，他也装死，孩子也不管，公婆又老是虐待孙女，他一个人精神和身体上都遭受着巨大的折磨。我的安慰干巴巴，只让他要坚强。后来在某次大争吵中，孩子被伤到了，哇哇大哭，谢明摔门而去，他爸妈则对孩子不管不顾，俏寡妇自己一个人憋气地照顾孩子，也没人说送去医院。这个仇他一直记在心里。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女儿，他终于是觉悟了。在第2天，谢明回来睡觉时，俏寡妇趁谢明睡着，捅了谢明，最后惊动了谢明爸妈。混乱间，俏寡妇持刀乱砍，谢明爸妈都被伤到。他也不想活了，也或许是真的不受控制了，他也捅了自己2刀。最后他被抢救了过来，没死，但是疯了，送去了精神病院。谢明爸妈伤得不重，谢明伤得很重，卧床被照顾。他们可怜的孩子被俏寡妇的爸妈带走了，他们的事迹上了社会新闻，引来无数唏嘘。曾经骂我拜金、物质女的那些人，朝着谢明吻上去，在评论区发自拍的那些人，此时又理中客，各大一巴掌起来了。也有人想到我，说我幸运，还好婚前发现了谢明出轨，选择了分手，不然这会儿疯的人可能就是我了。是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一世的灿烂人生是用前世的血泪换来的。我坚信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前世种种已成云烟。我要不回头，大步朝前走。